众所周知，幻塔是典型的魂系叙事，看得懂的直呼精彩，看不懂的只会觉得不知所谓。而新版本的剧情烧脑程度堪称是历史之最。在新版本中，大灾变的真相终于被揭开，但接踵而来的并不是水落石出，而是更加扑朔迷离的反派登场。新出场的反派不仅人数众多，每个人还都是各个势力的佼佼者，其能力加起来足以搅动整个艾达世界。这便是剧情结尾的反派会议。幻塔本想保持会议的神秘感，故意调低了亮度，降低对比度，让人分不清会议的人员，但在合理的画面调节下，就可以让会议现场一览无余。但当人物模型全部跃然眼前时，又会发现，除了酒馆老板巴格斯和联邦秘书杨之外，都是通用的人物建模。哪怕我们攻克了画面的难关，依旧无法辨别他们的身份，但这怎么可能难倒小峰呢？接下来，小峰就带大家深入解析，揭开七圣徒聚会的神秘面纱。小峰将会议对话全部整理了出来，共计是17句对话，去掉多人的应声虫语音后，还剩下16句，从多到少分别是代行者5句，修士4句，艺人2句，炼金术士2句，战士、学士、智者各1句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在会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有2人，分别是代行者和修士。不过在分析具体人物之前，还需要先让大家建立一个概念，那就是这场会议在历史中是不存在的，但它却可能存在历史中。这种说法是不是很矛盾呢？这就是格网的特殊性了。想必也有不少小伙伴注意到了，格网世界起初说是复刻过去的亚夏州，但随着剧情的推进，越来越多的州被提及，在超空间内甚至已经放出了全部11个州的名字。不仅如此，格网不只复刻了表世界，还包括超空间和裂空体。按这个方向发展下去，甚至还能演算出裂空体背后的主。这样的演算能力已经不能单纯的认为是演算了，而是展开了一个新的世界。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格网。我们虽然没有能够真的进行时空回溯，但我们现在经历的已经是真的历史。倘若将退出格网的按键删除掉，你甚至可以认为我们就是回到了50年前。小峰早在 4.0 版本开始前就分析了格网的灵感来源，正是电影源代码。在源代码中，起初复刻的只是几分钟的过去，但当主角进入其中后，却延伸出了一个真正的平行世界。所以我们已经不能单纯的将格网当作虚拟世界了，而应该是大灾变前的平行世界。我们就是跨时空而来的拯救者，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将是现实。但有一点需要注意，离开格网的途径是有的。等回到现实后，格网依旧是虚拟的。在这种认知下，主角就是引发蝴蝶效应的起点。在上一个版本中，我们得知了历史中星期三的下场，诺拉和安可丧命，研究员被维尔斯局长救出，灰狐成立星期三黑客组织，揭发极光工业。这才是真的历史，是不是发现问题了？没错，如果这一切才是真的，那么新版本的剧情就根本不可能发生，不会有阿斯拉达设计圈套，不会有主角进入超空间遭遇安托利亚，不会有主角拿徽章面见基拉，也不会有第2次时空回溯提前。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最后一句，如果第2次时空回溯不提前，那么反派的会议就不会发生。这就是小峰说的会议在历史中并不存在，但它是可能存在的。前一句说的是真实的历史，后一句说的是我们经历的格网历史，这也是新版本剧情最烧脑的地方之一。必须区分开哪些是真实的历史，哪些是因为主角影响发生变化的历史。虽然说主角确实造成了蝴蝶效应，但有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。除了另一个来自于现实中的反派外，其他人都是格网中的人，哪怕是来自于现实的反派，也必须遵循格网的规则行动。在这一点上，格索托斯的防火墙是一视同仁的，就如同主角需要扮演着研究员，反派也必须扮演着某个人。了解了这些前提后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场反派聚会。首先是代行者，在会议桌上居于主位，显示着身份的不凡。他也是会议的组织者。从他的话中能看出，正是因为主角从超空间中带回安托利亚的传话，才导致第2次时空回溯提前，也就出现了这场会议。这说明反派同样很重视第2次时空回溯，也就是神域之门的开启。修士的对话同样佐证了这一点，神域之门的开启已经提前，为了计划顺利，还需要更多的信众。他们的计划是什么？我们可以大胆的猜一下，历史中的他们的计划肯定是得逞了，那就是造成第2次时空回溯的失败。倘若你看过小峰的解读或者深挖过剧情，就会知道造成大灾变的原因是有人篡改了数据，之后这位操作员便不见了。
这可能就是反派的计划。为了实施这场计划，就需要下一个人物修士。从修士的话中不难看出，他对信众的增加是很欣喜的。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异化现象要瞒不住了，也就是代行者口中说的神迹。代行者意为代理执行，他将会贯彻主的意志。在他们看来，人类变成异化人就是神的手笔，这也是有依据的。在超空间的哨站中有着这样一份资料：超空间即神明住的地方，可以通过操纵超空间来改变现实世界。这种手段被视为神迹，一点也不为过。起初，联邦政府为了社会的稳定，一直在隐瞒着大众。在新版本的迷宫地图中，可以看到地下实验室就是真实的写照。可能有些人被实验室的名字误导了，以为休德尔电子和极光工业也知道这些事情，这是错误的。在第一次时空回溯引起异化后，联邦就制定了重塑现实的计划，不仅派遣安托利亚前往超空间对战裂空体，同时还关停了原能实验。之后，联邦又征用了这些地下实验室，用来收容异化生物，试图研究出解决的方法。这一切都是瞒着民众进行的，而现在已经到了异化爆发的临界点。当民众得知有异化现象后，就会更加的反对原能，从而加入拥护卫色艾达主义的蓝色星球组织。关于蓝色星球，在幻塔有的没的动态宣发中也有提及。蓝色星球发展于最近几年，是非政府组织，其成员遍布艾达各界，拥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资金支持。实际控制者是空白，不愧是幻塔。关键信息喜欢谜语人，不过对此处的空白下面有一些延伸解释。根据现有情报认定，蓝色星球实际控制权掌握在少数核心手上，他们将代言人推到了公众面前。这里的他们做了强调，这就是本次会议的地点，在蓝色星球组织内部，而参会人员正是组织的实际控制者。更关键的是下面一句，他们可能是一个人，也可能是无数人，甚至或许并非是人。以幻塔藏线索的手段来看，说并非是人，那就至少有一个不是人。在反派的7人中，代行者无疑是最特别的，不仅仅是因为地位，还有他可以等待主的命令，只有他与主有着真正的联系。而从裂空体出现在超空间来看，代行者很可能是可以来往于超空间和现实，他不是人的可能性是最大的。接下来是修士。会议中虽然代行者是发起者，但在会议过程中，他对会议的走向也有着导向作用。在成员吵起来的时候，就是他叫停的，而且他不止一次提到了信众的问题，所以猜测修士在蓝色星球组织里地位是仅次于代行者的，他很可能是吸纳新成员的负责人。接下来是战士。战士负责的是找寻安托利亚进入超空间前留下的东西，这件东西对反派组织极为重要，而且也跟神域之门的开启有关。还记得安托利亚的委托吗？为什么他确信只要门打开就能消灭裂空体呢？这些底气的来源很可能便是这件东西，这也是安托利亚身上的2个谜团之一。另一个谜团是在进入超空间时曾经留下的预言，未来会有人拿着徽章去见基拉。关于安托利亚的谜团，小冯到时候再出一期视频详谈吧。这里还是继续反派身份的解析。战士的回复是找到了线索，但还需要时间确认。找到了线索是什么线索呢？谜底就在会议桌上，会议桌子上摆着4份资料，这4份资料分别对应着4个身份的人物。能与战士有关的是基拉遭遇袭击的事件，安托利亚是联邦的指挥官，一件足以让反派重视的东西。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在基拉的手中，他被袭击恰好也说明存在这种可能性。战士从名字来看就是武力的担当，而在会议的反派当中，武力值最高的莫过于地下王者巴格斯。为什么小峰会推测是他呢？其实是用了排除法。巴格斯的模型位于桌子两侧，说明他不可能是代行者。修士负责吸纳信众，这与他酒馆老板的身份不符。学士是女的，这点在对话中有提到。一人控制的是休德尔电子，炼金术士和智者负责研究，唯一剩下的答案就只有战士了。刚好他在主线剧情中消失过一段时间，刚好他在安可的叙述中用一根铅笔杀过3个人，刚好他是地下世界的王者，这些都表明他有袭击基拉的可能。而且在此之前，我们可以先跟巴格斯算一下账。可能很多人看了新版本剧情，还以为巴格斯是好人吧，因为他提醒安可逃跑，又安排诺拉和安可藏匿，还帮助他们联系主角。怎么在小峰这就成了反派了呢？这问题其实并不难想通，他安排的地方恰恰是阿斯拉达埋伏了很久的地方，是不是很巧合呢？我们刚把徽章还给诺拉，阿斯拉达就出现了，是不是很巧合呢？但倘若这一切都是巴格斯在透露消息，是不是一切就合理了？阿斯拉达准备陷阱，而安可约我们见面的地方就在附近，巴格斯真的是功不可没呀。
不过阿斯拉达应该是不知道消息是巴格斯发的，可能会是匿名消息。帕洛蒂曾经提到过，格网内的敌人是我们身边的人。从主角进入格网后，身边除了星期三还有谁呢？巴格斯又刚好在嫌疑人当中。事实上，现在不仅是小峰在怀疑他，就连主角也开始戒备他了。主角想委托灰狐追踪伪装通讯的来源。安可聪明地引开了巴格斯，可见主角已经起了戒心。但是主角太着急了，有事单独找身为黑客的灰狐，想必巴克斯不用偷听也能猜到主角要干什么了吧？接下来是异人，异人的身份应该是最明显的。他主动提及了口号中的休德尔的问题，说明此事触动了他的利益。之后威胁说小心行动资金，可见是一位资本家，也是蓝色星球组织的金主。之后学士的说法再一次实锤了他是休德尔的掌权人。其实这样才合理。休德尔电子脱胎于极光工业，是创始人不断挖极光的人才另起炉灶的。但即使是这样，它的发展也太快了。倘若背后有反派组织撑腰，就很合理了。说起来也是真的稀奇，靠原能起家的休德尔竟是反对原能的一员，而本该反对原能的传统企业极光工业却是最想拥有原能技术的人。可见事情不能只看表面，真相往往与表现出来的相反。关于学士的身份，在炼金术士的对话中提到了他的性别，异人又说他可以挡住梅里尔的文件，可见学士是潜伏在联邦当中的。从桌子上的智能城文件来看，他的身份很可能就是基拉的秘书杨。之后是炼金术士，他对异人很不满，不仅是因为维护学士，还有就是异人影响了 T5抑制器的研发。其实早在第一座幻塔建成之前，就已经在研发抑制器了。这就是试验性抑制器 T3项目。会议桌上摆着的档案是 T5项目，可见研究已经有了突破。而负责这一项目的便是海加德。炼金术士对异人不满，是因为研发需要资金，异人的失误让休德尔电子被基拉查封，这已经大大延误了研究的进度。最后是智者，代行者在得知 T5延期后，叫停了炼金术士和智者的研究。从语境来看，叫停的原因是为了全力赶工 T5项目，保证项目能够按时完成。智者先是不以为意地说，进入幻塔也不可能找得到他，但又话锋一转，指出除非是授权者。这里的他们指的是调整计划后的联邦。为了发动第二次时空回溯，就需要用到幻塔上面的时空引擎，所以联邦会进入幻塔。智者有着绝对把握不被发现，除非是授权者。这里有着两种可能，第一种可能是智者隐藏在格网中的格索托斯中，只有授权者才能操控格索托斯，所以他才会认为只有授权者能找到他。第二种是他就是从现实中进入格网的反派，因为他凌驾于格网之上，所以一般人发现不了他，除非是同为外界进入的主角。但这也说明智者是外来者的信息，反派组织都已经知晓，这样引起的变化就太大了，几乎等同于重生之我在格网当反派。到此7人的身份都已经解析完毕，没想到经历了3年时间，幻塔的剧情越更新越有意思了。没有 1.0 的第3次时空回溯，就没有维拉被发现，9域定位到维拉；没有 2.0 的维拉之行，就没有9域中莎莉找回哥哥；没有 3.0 中朝姆的威胁，就没有修建9域新幻塔；没有新幻塔，就没有格索托斯的宕机，也就不会出现 4.0 的格网剧情。幻塔看似4个时空没有交集，实则是环环相扣。前面的结局便是后面篇章的开始。安托利亚的秘密是什么？裂空与莎莉有什么特别经历？阿斯拉达究竟是怎么样的人？这一切都留到下期吧。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